时间是1656年，你的身体冷到发抖，痛苦不堪，你的头变得沉重，肌肉无力到已经无法坐起来，你感觉腐臭，如煮熟的硬鸡蛋般的包正从你的脖子和腋下长出来。你处在发烧的状态，看到一个穿着奇怪的人在靠近你，他的脸被鸟嘴样式的面罩遮住了，他的身体从头到脚趾都被包裹着。他为你做身体检查，虽然连他的脸都看不到，但是你已经知道了诊断结果，你得了大瘟疫。这场瘟疫是人类历史上最可怕、最具摧毁性的传染病。3次起始于6世纪、14世纪以及19世纪的不同疫情横扫了欧亚非大陆的绝大多数土地，导致了数千万人的死亡。即使是最好的情况下，存活率也仅有40%左右。欧洲治疗大瘟疫的医生穿戴着鸟嘴式的面罩以及像魔法师的衣袍，是当今最常与瘟疫联系在一起的画面之一。它经常出现在关于14世纪大流行的书籍和电影中，被称为黑死病。但唯一的问题是，这就好比你把一个现代外科医生扔到了凡尔赛宫的路易14宫廷。这种困惑其实也容易理解。黑死病带来数次瘟疫余震，包括17世纪在西欧的一系列灾难性的爆发。这其实才是大瘟疫医生标志性的着装开始出现的时候。在17世纪早期的初次描述中，医生服包括了带有水晶目镜的面罩，一个装有草药和混合物的带有刺激性味道的鸟嘴，它里面可能有肉桂、辣椒、松枝、烤过的铜以及风干的蝰蛇。配方的来源受到2世纪著名的古罗马医学家盖伦的启发，并认为抵抗住了瘴气这种有毒气体。人们相信这种坏空气传播瘟疫，它产生于沼泽和腐烂物，比如死掉的树木和动物遗骸。在之前的几个世纪里，欧洲的医生都携带着金属香药盒，里面装着相似的混合物，很有可能鸟嘴的出现是为了解放医生们双手而进化的结果。鸟嘴服的其他部分包括了蜡质皮革长袍、靴子和手套，功能类似于早期的防护服，设计目的可能是阻止瘴气通过皮肤毛孔进入身体。虽然这表明医生对瘟疫从一个地方传播到另一个地方有了一些基本的了解，但他们不清楚的是，大多数情况下，真正的元凶是细小的跳蚤，它们传播着鼠疫杆菌，从一个人或动物身上到另一个。大瘟疫医生服有可能在不经意间提供了一些保护，防止了跳蚤的叮咬。然而，没有足够的证据被保留至今去证明大瘟疫鸟嘴服比平时的医生袍起到了更好的效果。这身离奇的行头激发了大众的想象，并不奇怪，即使它仅在17世纪与18世纪的早期，在一些有限的地方被使用过，比如意大利和法国。即使在当时，人们对它的看法也是带有令人毛骨悚然的魅力，有时它还被用来嘲笑一些医生的医术不精和腐败。直到20世纪，人类还没有对抗大瘟疫的有效办法，不过这并没有阻止医生们尝试的脚步，无论他们穿着怎样的衣服。他们查询早期医生们的文献记录，尽他们所能来击退瘴气，给病人服下不同的混合饮品和解毒剂。他们还依靠前现代医疗体系，包括放血，有时放出的血量可能特别大，目的是释放有毒物质，维持身体的自然平衡，或是拔罐，将加热玻璃杯的边缘置于肿胀的淋巴结之上，以期这些包可以更快地破开。自然破开被视为大瘟疫患者正在好转的信号。再或是最痛的灼烧，用烧红的火钳刺破淋巴肿块，释放出里面发黑的脓液。从那时起已经发生了很多巨变，现代医学使我们掌握了迅速识别细菌和病毒威胁的能力，以及有效对抗它们的方法。我们也有了检测试剂盒、阻止呼吸道病毒传播的面罩以及疫苗。我们可以进行可靠的临床试验，确保疫苗安全有效。但有些事情没有改变，我们依旧依靠着医疗工作者的勇气与仁爱，
他们自愿冒着生命危险，对抗着看不见的入侵者，给最需要的人们提供帮助与抚慰。TED-Ed 致力于为使用多种语言的尽可能多的人提供免费的高质量教育内容。通过向我们的Patreon捐款来帮助支持我们的非盈利使命，并且不要忘记订阅此频道。